一名疑犯被傳召到法庭，法律程序引起唔少傳媒嘅注意。其他案件舉世矚目，因為佢嘅歷史或者係政治重要性。Today, as never before, we see international justice in action. 特別審裁處審理更嚴重嘅罪行，例如種族滅絕。當然，大部分嘅法庭案件唔會引起傳媒興趣。無論日與夜，喺世界任何角落都有審訊喺度進行，大部分涉及輕微罪行。每次審訊都係人類渴望公義嘅過程。公義，你點樣理解公義呢？公義喺天主教社會訓導傳統中佔據住異常重要嘅地位。公義一詞嚟自拉丁文 ius， 亦解作權利。但係呢個詞語有別於一般所理解嘅權利，即係自主權、自我擁有生命嘅權利，而係關於我同你處身於一種公義嘅關係。公義係人際關係入面嘅秩序，最根本嘅秩序，所以唔存在濫用。呢一項喺人際關係入邊嘅規則同埋秩序，係基於人性嘅本質，同埋一切創造物嘅本質。缺乏真正嘅法律，弱肉強食就會稱霸。法律嘅功能係實現有序和平嘅社會共存。教會將和平託付俾公義，將公義託付俾真理。乜嘢係法律？同公義有乜嘢唔同呢？公義同埋法律嘅本質區別在於，公義係法律嘅終極追求。公義承認人有相應於佢哋嘅事物。換句話講，乜嘢係屬於佢哋嘅？為確保呢一點，以法律規範去規管人嘅行為係必要嘅。行公義係需要配合調節嘅，呢個理念係為咗避免有人操縱公義，行使大部分權力嘅一方都唔可以輕易掩蓋弱勢一方，當中需要調節。咁調節導致乜嘢呢？我相信最重要嘅係調節自由同平等嘅概念。喺現實中，呢個客觀意思嘅公義，呢個自由同平等嘅調節，法律就係為咗呢一回事。當我哋講到公義嘅時候，諗到嘅往往係客觀嘅公義，允許每個人都有權利。但係真正嘅法律有個前設，如果我唔知道每個人嘅權利係咩嘢，我點能夠承認佢嘅權利呢？邊個可以話俾我聽係乜嘢權利呢？客觀嘅公義就回應呢一點。法律唔只係公義，但係冇咗公義就冇咗法律㗎啦。對於自然律學派，公義同埋法律係緊密聯繫。法律必須尋求公義，呢一個係公益，並且給予大家屬於佢或者佢嘅一份，並且通過理性認識美好。美好係基於上主銘刻喺人心中嘅自然律。另一方面，實證主義者將有關自然嘅事物等同為以經驗為依據嘅事物，並且將理性簡化為可量度嘅數據。佢哋排斥形而上學，視之為唔理性；排拒倫理，視之為感性同埋情感。佢哋否認可以藉住理性嘅方式認知乜嘢係美好同埋公義。呢種邏輯嘅結果係唔能夠以倫理為理據，而係只有藉住武力為理據，先至可以強化法律。呢一種情況之下，為咗達至守法，法律無需公正，只需要合乎形式同埋有效。如果以為所有公正嘅事物都係確定嘅，係咁，我哋都搞錯咗。因為事實上剛好相反，確定嘅事物必須符合公正。法律規範同埋道德標準屬於兩個唔同嘅規範領域，但係佢哋有一致性。佢哋以各自嘅方式規管人類嘅行為，但係人唔能夠分割成為法律同埋道德範疇。喺呢個意義上，我要講嘅係法律同埋道德標準兩個範疇根本密不可分。實證主義者徹底咁將法律同道德分割，法律只回應適時或者有效嘅標準。因此，唯一存在嘅法規就係落實到位嘅，亦都即係實證法。喺我睇嚟，
接近法律真理嘅都係源於自然律，否則就唔係源於自然律。實證主義引致某啲相當戲劇性法律後果，唔單止係法律實證主義，更喺今日我哋所講嘅法律建構主義。公義唔係專利或者目標，公義本身就係一種價值。法律學家應該教導呢啲道理。公義係由立法者創造嘅。個困難係在於點樣明確咁樣批評法則。如果你除咗法律之外並冇其他理據，假設你係一個納粹德國嘅科研人員，當局將你帶到去一個集中營並同你講，而家你可以喺呢啲活人身上進行研究。我成日都會將呢個話題掟俾啲學生問，你哋會點樣做啊？通常啲學生都會覺得好困難啊。佢哋明白唔應該咁樣做，佢哋本能裏邊就知道㗎喇。但係佢哋唔能夠真正解釋點解唔應該，因為佢哋係喺實證法傳統之下成長嘅。喺佢哋嘅觀念入邊，法律就係政府所講嘅說話。如果政府話俾你聽可以做某啲嘢，佢哋會問你點解唔做得啊？納粹大屠殺嘅主謀認為佢哋做得到，佢哋有冇完成負責人下達嘅命令呢？紐倫堡審判唔接受咁樣嘅藉口，並且判處佢哋，因此讓人認識到超越實證法嘅事物。呢個悲慘嘅經歷引致聯合國喺1948年頒布世界人權宣言。教會訓導一直認為呢一個宣言本質上係積極㗎。人權嘅最初定義由教宗克萊孟六世喺1345年寫低。當佢為信理作定義嘅時候指出，每一個人作為上主嘅受造物，都與生俱來享有某啲自然權利，基本上就有3項，係生存、自由、財產權利。若望保祿2世喺百年通諭入面列出最重要嘅人權，包括從受孕一刻開始嘅生命權利，生長於團結嘅家庭同道德環境中嘅權利，心智與自由發展以尋求並認識真理嘅權利，工作權、自由組織家庭嘅權利、教育細路仔嘅權利。上述權利嘅來源同埋成因都係宗教自由理解為實踐信仰嘅權利。法律實證主義嘅悖論係無法為人權提供堅實嘅基礎。違反人道罪行嘅元素，已唔係本國嘅法律而創立國際法庭嚟裁決違反人道嘅罪行。無可避免咁援引自然律同埋法律嘅常識，而呢啲援引自然律同埋法律嘅常識係超越咗頒布規範嘅。如果人權唔係建基於人性、人人享有，而只係合乎邏輯，佢哋將爭論超越西方文明嘅範圍。喺其他文化或者文明入邊，佢哋往往會被視為外國勢力嘅工具，藉此強加俾世界嘅一個外來願景。即使喺西方世界，實證主義同相對主義嘅主導地位，使到一啲國家執行死刑。正當其他國家禁止死刑，並且認為殘酷同埋唔人道嘅時候，呢啲國家卻以死刑作為補償嘅法律手段。讓我吃驚嘅係，相對主義者衡量善惡，只係取決於多數人嘅意見，竟然容許自己堅稱死刑係唔公義嘅。可以肯定嘅係，某啲國家仍然執行死刑，例如美國，大多數人都贊成執行死刑。少數服從多數嘅原則，喺道德問題上係咁荒謬同埋自相矛盾，最後導致純相對主義。而最重要嘅係，如果某啲法律反映多數人嘅意見，但係同時係唔公義嘅，咁樣應唔應該被視為恰當呢？現實情況係喺世界各地好多嘅國家，無論係實際或者意識形態嘅原因，基本人權根本唔受尊重。現今世界充斥聲明同埋語義，以及注重實際。教會關心嘅係減少聲明，增加承諾。
奇怪嘅係喺世界上所有國家，即使係獨裁嘅人，亦都會制定聯合國報告，自稱佢哋係人權嘅嚴謹監察者，並且保證聯合國憲章喺國內通行。自由嘅來源同責任感嘅文化，同埋為自己行為負責嘅情感密不可分。人權唔係親切嘅讓步，而係權利同義務攜手合作而得出嚟嘅法規。仲有就係責任同埋權利之間嘅關係。教會嘅社會訓導堅持兩者之間嘅互相關聯。例如接受教育嘅權利，教會要求社會提供所有嘅設施呢，都係要投放喺教育服務裏邊嘅。教會嘅社會訓導辨認出人權嘅根源嚟自人性尊嚴，由創造同埋救贖嘅上主賜俾世人。人嘅尊嚴係全人成長、身體同埋靈性嘅發展，以及辨別權利，唔可以分割嘅部分。所有人與生俱來就享有呢啲權利，並非由國家賦予嘅讓步。但係呢啲情況經常喺實證主義國家發生，隨時隨地賦予或者奪走權利。其實權利早已存在，國家只係負責承認同埋規管。人類不可剝奪嘅權利唔係創造或者以某種方式構想出嚟，而係公認㗎。通常情況之下，呢一種認識需要經歷抗爭。隨住歷史嘅進步帶嚟成果，例如廢除奴隸制、承認工人權利，以及接受婦女享有平等權利。我相信有進展，毫無疑問，呢個進展係由於基督宗教嘅貢獻。有啲人爭取第二代同埋第三代人權，對意識形態嘅奇想以及壓力團體嘅關注點陸續有嚟。若果權利唔能夠建基於人性嘅益處，一啲所謂嘅權利甚至會嚴重違反人性尊嚴。著名嘅生殖健康權利，何謂生殖健康？係唔係包括墮胎？唔係，呢啲唔係生殖健康。遣詞用字要非常謹慎，因為意念要經過相當嘅游說，先至能夠試圖重新制定權利。佢哋傾到第二代、第三代權利，教會唔反對藉住進步深入探究，發現新層面，推動人類公義。唯有當人嘅基本權利得到保障，我哋點能夠高談闊論，欣賞未受破壞自然風光嘅權利？當生存、糧食同健康未能夠得到保證，冇適切嘅居所，以及面對不幸嘅時候得唔到適切保護。我哋就係咁發現第二代同第三代嘅權利嘅。我哋根據渴望建構權利，渴望係即時嘅，你唔可以隨便咁滿足所有渴望，所以我哋要接受教育。我哋點解要叫啲細路唔好插手指入電掣呢？我哋唔係按照渴望去教育，而係按照我哋係邊個，同埋我哋應該係點嘅去教育。理論上，法律係保障行為嘅堅定模式，因為法律被認為係公正同有社會價值嘅。所以如果我哋停止保護嗰啲堅定模式，就會變得手無寸鐵，就會不合理咁樣講。冇人強迫他人加入同性戀聯盟，冇人強迫他人離婚，冇錯。但係你冇保護到一種具有積極社會後果嘅關係，因佢產生嘅社交性所衍生嘅家庭，同埋呢個家庭增加嘅社會活動等等。法律應該幫助我哋成為我本應係點樣嘅人。法律唔應該受到局限，只順服於道德標準。
法律應該確保公益所需嘅每一個要求，呢一啲要求確實比道德要求較為次要。要求人變得更加注重道德，正係基督作為榜樣嘅精髓。尊重法律只係一個較容易達成嘅目標。現今問題係將合乎道德同埋合法混淆，好多人認為凡是合法嘅就係道德。我哋正經歷合法取代合乎道德。而家嘅人往往認為法律體現嘅係道德上嘅正確，我哋必須分享道德真理。法律具有教化同埋規範嘅力量，係行為嘅指標，包括批准不道德行為嘅危險。例如墮胎合法化，最終對好多人嚟講變成合法同埋正當嘅同義詞，只爭一步就可創建新權利。法律具有規範社會風氣嘅作用。當人明白法律規範認為乜嘢係好嘅，佢哋就會相應咁表現。當法律規範變質，人都會跟住改變，從而做出違反本質嘅事，因為人總係做出相應嘅行為嘅。現世嘅相對主義將道德睇作純粹私人道德，法律則睇成為公共道德。呢一個係錯誤㗎，因為僅僅從道德角度證實邊一啲行為屬於公共道德，邊一啲行為屬於個人良知係唔合理嘅。例如人工流產，唔係拒絕墮胎嘅個人良知，同容許墮胎嘅公共道德之間嘅鬥爭。問題在於我哋係唔係應該將胎兒呢一個潛在嘅人私有化啦，或者只睇作同社會有關嘅法律事件啦？如果係後者，胎兒理應受到法律嘅保障，只有從良好嘅基礎，先至能夠做到同埋構成法律本身。對真正嘅美好有清晰嘅認知，使到人能夠分辨美好同埋其他嘅事物。人可以追求完美嘅權利，亦都可以追求毫無益處同埋唔能夠容忍嘅行為。對於某一啲冇明確禁止嘅事物，我哋並冇權利。例如世界上冇死亡嘅權利，即使自殺或者安樂死都唔被視為非法。我哋有嘅只係關於公正嘅權利。乜嘢係寬容？乜嘢係唔寬容呢？寬容同承認權利係相反嘅概念，因為權利必須配合公義，而唔係寬容。給予人屬於佢嘅事物，我哋稱之為公義；給予人唔屬於佢嘅事物，即使係冇理由都好，我哋稱之為寬容。寬容唔係合法嘅印章，容忍唔正確嘅事情，無論係為咗避免更大嘅惡，或者保護當事人嘅尊嚴，都永遠唔可以傷害公益。真正嘅寬容係排除所有相對主義。當人哋講到寬容，普遍認為寬容係可以接受一切。我認為我哋必須記住，有美好嘅事物，都有敗壞嘅事物。某啲行為受到規管，會危害個人；另一啲行為受到規管，人民可能會受益。例如，如果某啲國家認為偷竊係好嘅，咁唔會使到社會更加公正或者人性化，因為咁樣係唔尊重人類嘅基本處境。當一個國家規管安樂死，唔會使人更加人性化，反而造成損害。承認不義行為嘅權利唔係寬容，而對呢一樣嘢譴責嘅人亦都唔係唔寬容。寬容亦都唔會令到人認識到自己對公義有乜嘢虧欠。例如，若果某一個國家話佢容忍教會，呢一個講法係唔適宜噶。同樣，身為基督徒，唔適宜話佢容忍唔同種族嘅人。寬容係容忍唔好嘅事物，愛慕美好嘅事物。我唔容忍猶太人，但係我愛佢哋，非常愛佢哋。一啲政治正確嘅相對主義者顛覆咗呢一啲字眼，就話寬容容忍美好嘅事物。寬容係一種美德，不過有時亦都會係一種謬論，欺騙咗我哋，而背後往往就係極權主義。
因為寬容就冇所謂美好或者真理，我只能夠接受人類係以和平同協商嘅方式共存，當然係要受制於最低限度嘅道德標準啦。不過小心啲，因為你一旦選擇咗一個身份或者某個標準同信念，我就唔可以再容忍嘅，亦即係我所謂嘅褫奪公權。佢哋可能佔多數，形成多數共識，然後話俾我哋知你可以講乜嘢，喺政治領域入面乜嘢先至係正確。因此唔能夠容忍差異，唔能夠容忍唔同意見，唔能夠容忍喺人嘅內心深處嘅良心自由。我認為政治正確佔主導地位係社會最大嘅風險或者危險。佢哋絕對唔能夠容忍宗教同埋良心自由。我哋對於避免不寬容已經變得極為敏感，甚至難以探討深奧嘅議題。所以喺我嘅課堂裏邊談論道德或者相關議題嘅時候，啲學生通常都唔願意發表意見嘅，因為佢哋驚被視為係武斷或者唔寬容。點樣避免頒布不義嘅法律呢？善用合法嘅媒體渠道，由一開始就參與文化辯論，促進建立公益需要、受尊重嘅民意。善用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同埋示威自由，以及提出替代方案。假若用盡咗一切嘅辦法，一啲不義嘅法律、一啲違反本質嘅法律仍然要頒布嘅時候，呢一場仗就不可避免，值得對呢一個法律提出質疑。任何情況之下，必須避免合併規範，應該鼓勵社會同法律之間嘅辯論。法律專家喺呢一方面肩負特殊嘅責任。真正嘅法律專業人士唔應該輕易咁放棄佢哋嘅職責，必須質疑佢所行使嘅法律係咪合乎公義。面對實證法，必須保持批判嘅態度。對佢哋嚟講，公民受到良心嘅約束，盡可能唔遵守不義嘅規範。的確，呢一啲法則仍然會被視為正式，但其實係未能夠有效咁服務公益嘅惡法。聖多馬斯亞歸納認為，不義嘅法律係法律嘅敗壞，唔單止係不道德，更加係缺乏法律效力，社會將要付出高昂嘅代價。如果被逼服從某啲不公義嘅法律嗰陣時，就必須要反抗，因為冇人有義務作出不公義嘅行為。但係如果法律係公正嘅呢，就必須要得到尊重，就好似等同道德上嘅責任，因為佢具有道德嘅恰當性同埋明確性。教會一直教導係遵守公正嘅法律係良心嘅責任。拒絕同邪惡合作係人嘅權利，亦都係道德義務。例如進行不合作運動，當中包括作出特殊嘅行動，以便唔遵守不公義嘅規範。Je jure d'observer la Constitution et les lois du peuple belge。比利時國王鮑德溫作出不合作運動嘅經典示範，佢拒絕通過墮胎合法化，更以卸任嚟表示佢唔認可不公義嘅法律。不合作運動係法律道德化嘅種子，承認法律嘅道德化，鼓勵社會多憑良心行事，而唔係貪圖便利嘅。不合作運動具有一定嘅保障，以保證佢嘅真實性，作為今日民主國家法律嘅標誌。好不幸，阻礙行使異議權嘅壓力日增，首當其衝嘅係醫生、護士同埋藥劑師。咁點樣理解不合作運動嘅權利喺某一啲國家嘅憲法當中不被正式承認呢？或者一切嘅根源係在於不合作運動係向人民嘅良知作出公開嘅呼籲，有啲人無法忍受，亦都有啲人公開展示自己嘅良心。
當然，禁止不合作運動嘅法例喺任何情況之下，將會成為法律烘托嘅極權主義。如果不合作運動嘅要求未得到回應，仲有另一個更堅定嘅方法，就係公民抗命。法律史上唔少嘅進步都係源自公民抗命。公民抗命行動為實政法帶嚟咗改變，使佢更加接近公義同埋更加公正添。唔係唔遵守法規，而係唔遵守佢施行嘅方式。當我哋受到處罰，我哋就會被視為民間烈士。人民嘅殉難為社會帶嚟道德嘅震撼，促使人作出反應。掌權者好快就會意識到難以維持權力。公民抗命最經典嘅例子係聖雄甘地，佢以非暴力嘅手段迫使英國政府同意印度獨立，佢達到咗目的，佢真係做到咗。當頒布不公義嘅法律嘅時候，公民抗命有助避免呢一個問題被掩蓋，而某啲被社會排斥嘅行為亦都變得可以接受。法律唔係強加，而係由立法者制定，由解釋同埋應用嘅人令佢變得正面，由正面或者負面嘅社會行為去塑造。除咗公民抗命，亦都有所謂嘅抵抗權，即係反抗暴虐統治嘅暴力手段。教會認為呢一個係極端嘅措施，只有喺證明別無他法嘅時候先適用。長期嘅暴政嚴重威脅人嘅基本權利，甚至威脅民族或者國家嘅公益。只有當所有手段證明無效，先至可以使用呢一種極端措施。消極抵抗總係較好嘅選擇。實證主義以舊式決定論支撐住，假若人係唔自由，佢嘅存在早已經被決定，佢又點能夠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呢？歸根到底，人嘅行為係由上主賜予人嘅自由意志所決定。人嘅自由就好似人嘅存在本身，存在於人嘅良知之中。實際上，佢係所有法律嘅基礎。冇咗自由，就好似冇咗責任。賞罰嘅概念、公正同埋不義嘅概念、有罪同埋混亂嘅概念將會消失。冇自由就冇公義。基督宗教嘅呢項偉大貢獻仲未得到認可。人要對自己嘅行為負責，因為上主創造人，讓人自由地愛。呢一個係人性尊嚴嘅根源。如果呢一個概念能夠充盈於所有國家嘅法律同埋司法機構，人類期待已久嘅公義將會係觸手可及。